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提到突破高手，我们习惯性的想到莫兰特、罗斯、威少那样的快如闪电的小后卫，又或者晃到你晕头转向的艾弗森、欧文，亦或是勒布朗、字母哥那样超强身体天赋的碾压。但是查看上赛季突破得分的命中率，东契奇的名字却赫然在榜单前列。在怪兽如林的 NBA 中，东契奇的速度和爆发力在后卫中只能排在中游水准，并且在他这个身高的球员当中也是一般水准。选秀时甚至被怀疑跟不上 NBA 的节奏。那么平时看起来像老大爷散步，场上总是慢悠悠的东契奇，是如何一跃成为联盟最顶级的持球突破手的呢？本期视频，鲈鱼就针对东契奇的突破技术做一次全面分析。事实上，东契奇的身体天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跟其他 NBA 球员比起来没有优势之处，甚至是跟我们普通人相比，东契奇除了身高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东契奇就是用这并不出色的身体在 NBA 打出了 MVP 级别的表现。所以他靠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他非常善于控制节奏。控制节奏说起来简单，但想要在对抗激烈的球场做得出色是非常困难的。而东契奇除了善于控制节奏，他还有着高效高速运转的大脑，这让他有了出色的决策能力。而这两种特质搭配在一起，就让东契奇显得独一无二。尤其是在挡拆进攻的执行上，挡拆可以说是 NBA 最基础最简单的战术配合。虽说挡拆简单，但是想要真正把握其精髓不是件容易事。那我们来看看东契奇是如何执行挡拆的。看这个回合，东契奇在弧顶连续借助队友2道掩护，此时他面对到对方的内线球员。一般来说，当持球后卫挡拆，后面对对方内线都会加速突破，毕竟内线的移动速度没有后卫快。但是我们看东契奇是怎么做的，他并没有加速，也没有保持原来的速度，而是顿了一下运球降速，在观察到防守者的位置后再突破吸引防守，然后分球给外线队友。这个回合同样的挡拆，停顿减速把追防者挡在了自己的身后，然后观察面前的防守。当对手内线被下顺的队友吸引后，欧洲步上篮完成得分。这就是东契奇在挡拆执行中的能力，他总是会慢下来，找到最好的进攻机会。当然，他自己的突破运球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，用2个字总结就是变速。他在运球过程中可以做到突然加速，然后再降速，目的是晃开防守者的脚步重心，获得突破空间。像是这一球，先是右手持球，把身体带向右边，做出向右侧突破的假象，随后再切换到左手持球。就是这次换到左手，防守球员重心被拉扯到东契奇左侧，东契奇在右侧就获得了突破空间。这一球你会发现，东契奇无论是启动速度还是加速度都没有很快，但确确实实抢先了一步。其实你们看，当东契奇运球到左手时，防守球员有个调整脚步的动作，这就是原理，抓住防守球员调整脚步的时间差，向另一个方向突破，即使没有很快的速度，也能比防守快一步。用左手持球，同时将身体带向左侧加速突破，然后急停慢下来将球拉回，从右侧加速完成突破。同样的原理，先是变速，向防守球员传递虚假情报，让他误以为你就是要从右侧突破，而当他发现你降速将球拉回时，大概率会向你跑动，因为此时的卢卡有了足够的投篮空间。注意这一刻，当防守跑向卢卡时，整个人的重心是向前的，防守球员很难做到在一瞬间将重心拉到反方向。也就是说，当东契奇突破时，防守没办法瞬间完成重心移动，而这也就创造出了突破空间。变速不仅仅是由慢到快，还可以做到由快到慢。比如这一球，先是向左侧运球，在防守球员落位时，东契奇重心微微上扬，并将速度降下来，防守顿时以为他要变慢，本能的踏向前缩短距离。这时东契奇瞄准时间，突然加速，将防守球员甩在了身后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篮球一种脚步，叫做欧洲步。身为欧洲天赋异禀的球员，这也是东契奇的看家本领之一。
变速同样是欧洲步的关键核心技术。这一次，卢卡的防守球员跟防得很好，协防球员也做得很到位，但后者在关键时刻使出了欧洲步，成功的将其摆脱，完成得分。当东契奇建筑挡拆后，成功把防守球员挤在身后时，他突然将自己的速度降了下来，同时也在不断做着向前加速的动作。协防球员一个错误信息，误以为他会加速到篮下，所以防守球员也会保持相当的速度紧紧跟防。就当他发现卢卡降速，身体重心第一时间没办法调整回来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明明东契奇已经降速，但防守还是会向前本能地跑出2步距离。面对协防球员时，欧洲步也是一种很实用的技术，摆脱协防球员。像这里，东契奇已经过掉了自己的防守人，此时小佩顿在罚球线附近协防，东契奇顺势使用欧洲步，成功把小佩顿晃了起跳，成功来到距离篮筐更近的位置完成得分。当卢卡面对速度较快的后卫时，变速的效果同样非常不错。先是左手持球，将身体带向左侧，在原地炸球，调整自己的重心，从右侧突破。哈登相比东契奇要多出一次脚步调整的动作，单单这一个动作都能让速度劣势的东契奇先行一步。而这球挡拆过后，东契奇面对卡佩拉，他知道守他的卡佩拉脚步较慢，先加速向右侧突破，原地炸球急停，急停后防守都会自然地跟着急停，但东契奇马上就再加速继续突破，这就是俗称的让防守重心到脚踝根部，让卡佩拉跟不上突破，然后东契奇再吸引协防，助攻队友上篮得分。让防守重心到脚踝，这一招可以创造不同的进攻选择。如果防守后退，东契奇就可以使用后撤步3分出手得分。但这里有一个疑问，因为速度不快，即使能暂时摆脱防守，但他很快会追在你身后，这应该如何处理？记住，突破时一定要找身体对抗，用你的后背或者身体两侧肩膀贴着防守球员。我们看这一回合，大家所担心的就是这样，挡拆过后防守还是跟在身边。但你们看这一球，哪怕有协防球员，卢卡也能获得投篮空间。如果没有洛佩斯协防，就可以直接选择上篮。为什么呢？当你用身体贴住防守，他没有办法快速甩开你，并跑到你的面前。你还处在突破阶段，他并不清楚你下一步是什么。如果他离开你，绕到前面，直接原地投篮就好，基本就是空位出手机会。顶级的球感，超高的球商，二者合二为一，造就了东契奇的慢速突破。看似慢，实际上是在掌控球的前提下，不断的阅读场上防守，做出最优的选择。如果要我说，尽管亚历山大现在确实在一支不追求成绩的球队，但是他几乎已经坐稳了未来最强后卫的宝座之一。我们都知道，雷霆制服组是出了名的慧眼识珠，当年从保罗·乔治的交易中换来了亚历山大。通过这几年的不断进步，已经出具了全明星级球员的形态。本赛季开打至今，西部的亚历山大和东部的米切尔成为了2个异军突起的现象级后卫。米切尔是投射升级，亚历山大则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目前2人都有入选最佳阵容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从球风的角度出发，我们会发现亚历山大和一位兴起之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。这名新星的名字是莫兰特，2人都具备非常出色的攻框能力，身材同样属于销售型，突破都很犀利。可以说，2人目前都是联盟攻框实力独一档的球员，且进攻效率具有很高的持续性。而和莫兰特相比，亚历山大对带球突进的节奏把控得更好。如果说莫兰特属于那种油门一踩就无法减速的草原上的野马，那么亚历山大就更像是奥运会马术比赛当中优雅灵巧的骏马。此外，他拥有1.98米的身高，2.12米的臂展，具有一定的体型优势，在防守端的天赋自然比莫兰特更高一些。有评论就提出，如果把亚历山大和莫兰特对调一下球队，说不定有亚历山大的灰熊战绩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，因为他除了精彩绝伦的爆炸性扣篮外，基本能8、9不离10的把莫兰特会做的事情都做到。而没有莫兰特的灰熊缺的不是进攻，他们更需要一个在协防方面能做出一定贡献的球员。总体而言，亚历山大的身长已经达到了锋卫摇摆人的标准，不过体重较轻的问题或许是一个硬伤，这使得他常常还只是被认作是一名双能卫。但即便如此，亚历山大还是非常聪明的化劣势为优势。当对方教练拿后卫防他的时候，他会用自己纤细的长臂挑战对手伸手干扰的半径范围。例如下面这一球，
在面对金块小个子后卫的防守缠绕时，亚历山大先是借掩护往里突进，然后选择回撤2步，用自己的臂展优势祭出一记后仰跳投的杀招，让防守者只能是鞭长莫及。当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本赛季开打至今，莫兰特的3分命中率已经来到了50%以上，而亚历山大的3分产量和命中率仍然没有提上去。雷霆主教练马克·戴格诺特接受媒体采访，谈到自家球员亚历山大时表示，我希望他能出手一些空位的接球就投的3分。不过亚历山大现在的进攻节奏很棒，他会分配好自己的投篮选择的，他可以通过传球为队友创造出3分机会。如果你把这个也考虑进去的话，亚历山大的比赛其实很平衡。总的来说，亚历山大的效率很棒，他是一名很棒的接球就投的球员。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出手更多的3分，但如果他不出手3分的话，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意见的。其实总结一句话，教练的弦外之音就是让亚历山大多补强自己的短板3分球。他所参与的赛季前10场比赛里，亚历山大只命中了9记3分球，场均3分命中率仅为32.1%。不过好在亚历山大鱼大过鱼侠，他的中投水平非常出彩。截止11月10日，他在场均36.7分钟的出场时间内，总的场均投篮命中率有53.7%，场均罚球命中率94.8%的数据，则达到了联盟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的存在。场均内线得分17.0，场均快攻得分4.6，你说这不是优秀是什么？有球迷就感叹道，亚历山大的罚篮让人们想起了几年前的伦纳德，同样是稳准狠，同样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，让他站在罚球线上几乎就等于送分，就像 NBA 2K 游戏中把罚球难度调到最低后的效果一样。若强行再拉一个人来与亚历山大做对比的话，鲈鱼会选择另一个联盟目前也是很响当的名字东契奇，同样年轻，同样具备优异的单打能力，同样是2018届的新秀，同样的球队大核心。不过和东契奇对比，亚历山大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东契奇不打快攻，亚历山大的攻框效率大于东契奇，并且亚历山大在雷霆未曾拥有独行侠的空间环境，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然还能打出这样的进攻，非常难得。我们说回亚历山大的球技本身，目前来看，他的自主进攻能力确实是联盟排得上号的。我们通过几个镜头来详细说明。来看这个回合，与金块的那场比赛中，亚历山大利用自己精巧练达的过人方式，一个小幅度的变向突进，持球一路从后场带到禁区。不仔细看的话，你找不到他前进时的速率变化，但每一步他都在找合适的空间，利用身位优势、速度优势、力量的对抗与防守人之间时刻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然后用细腻的手上技术完成上篮。而联盟上一个能把这项花活玩得这么流畅的节奏大师，想必就是库里了。库里在很多时候的变向动作幅度并不大，更多的是通过运球晃过防守人，找到向前推进上篮的空间。而亚历山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，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白人版的史蒂夫·纳什。纳什正是以飘逸的球风、娴熟的运球和出奇高的关键球手感而闻名遐迩。亚历山大年纪轻轻有这样高的觉悟，这样高的理想目标，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赞扬的事。说到球风，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亚历山大的打球方式呢？是清奇，是节奏好，还是举重若轻？鲈鱼觉得这些词用在他身上都很恰当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回合，在一次防守过程中，亚历山大上前协防，断掉了金块后卫莫雷手中的球，随后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提速一下，很快到了禁区后，他就放慢了脚步，在无人追防的情况下，他闲庭信步地完成了上篮得分。一般情况下，换作是莫兰特来处理这球，好家伙，横竖就是一个爆破了。而亚历山大不是，他选择优雅自在的方式，不显山不漏水的终结方式，这很亚历山大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把话题引向雷霆队，因为球员是球队的一份子，只有球队整体好了，球员才有更多被拿出来讨论的价值。重要的是个人商业价值的提升。在切特无法登场的这一年，雷霆的大体思路，我相信还是会向着通过再一波的选秀来改变未来命运的。至于球迷们戏称的文班亚马候选队的称号，究竟有没有谱，能不能最终达成，这里面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。从球员主观意愿的角度出发，当然是不希望年年摆烂，特别是这样一位有志青年，志在把 MVP 级的老欧巨作为自己的榜样，他内心肯定还是想好好打比赛的。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随着赛程的不断深入，雷霆管理层是否会调整思路，或者仍然坚守自己摆烂的决心，还是说他们想再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这还有待我们进一个联盟后卫必备的战术。曾经的花样运球，如今已经成为基础动作，哪怕是很多后卫球员
单一的胯下运球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，随后衔接的转身、背后运球，将这些招式结合一起使用，又帅又能将人晃开。往往这样的运球技术，我们才会给予他一个赞美。单一运球的根本目的是为球员创造投篮空间而存在。如果仅仅是胯下运球这一个动作就能把人晃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NBA 联盟就有这样一名球员，连续做着胯下运球动作，时而后撤步，时而突破，但就是这单一的动作却能成为防守的噩梦，他们真的防不住。为什么 NBA 球员连一个胯下运球都防不住？是哈登速度太快了吗？其实胯下运球后如何更快的起速也是一门学问。越是看着简单的技术，当我们将它全面剖析时，会发现它是越复杂的。这部影片就让鲈鱼为大家全面分析詹姆斯·哈登的突破技巧。哈登在胯下运球时，他会根据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，最后选择后撤步3分投篮，还是直接突破过掉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哈登比赛时单打动作重复性非常高，不断运球，不给防守一点松懈的机会。很多时候，他每一次运球会让他的防守者跟着移动，直到他感觉防守的位置足够进攻了。看看这一球，哈登是如何让防守者不断移动的，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动作。我们先来看这球，3次胯下运球后，哈登将球运到他的惯用手左手，身体重心向左侧微微倾斜，突然将球炸到右手，原地加速突破，抛投打进，并获得加罚。他几乎每一次单打都会用标志性的胯下加上变向，这一简单的动作足以让防守手足无措。哈登并不只是在简单的胯下运球，快速并大幅度降低重心，随时做好突破的准备。每次运球，他的肩膀都会跟着篮球的运动方向晃动，迷惑防守，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突破。哈登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，他会仔细观察防守的脚步和重心变化，防守的脚步不会随着哈登运球而移动，哈登马上察觉到防守人重心向前，突破显然是最好的答案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并且防守是双脚平行站姿，面朝着哈登，这个姿势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及时的防守投篮，所以整体防守的重心是向前的，但是面对突破就很难防守了。哈登高频率的胯下运球只为了判断一件事，防守球员的防守习惯，但他看到了防守脚步位置，马上就能选出这回合最合适的办法。当防守重心在脚后跟，难以前扑，哈登会选择快速后撤步出手。我们来看这一球，没有其他多余的动作，只是进行2次简单的胯下运球，突然向右前方踏出一步，马上做出后撤步动作，3分出手。一样的原理，我们不看其他，就看防守球员的脚，和上回合我们介绍的例子不大相同。这次防守的脚步移动的频率非常的高，每一次哈登胯下运球，他都会移动脚步的位置。通过这一点可以获得什么信息呢？这名防守球员习惯会随时调整重心，因为每一次哈登的胯下运球，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转变重心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这名防守更害怕哈登的突破。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。第二，我们来看防守的双脚位置，无论他如何调整重心，他都会保持相同的姿势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防守是更怕哈登从右侧突破。后撤步是这一次最好的选择，用哪只脚完成后撤步也需要一定的考量。像这名球员对哈登来说，他的右脚离哈登更近，也就是在哈登的左侧，哈登就会选择向自己的右后方，也就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后撤，这是针对他的站位选择的。结果就是，这是让防守最痛苦的后撤步方向。这是哈登在胯下运球时的习惯性动作，并不是耍帅，也不是没有意义，而是在帮助他获取防守球员的信息。如果大家细心可以发现，为什么哈登的胯下运球后突破速度可以这么快？是天赋吗？也不完全是。哈登在胯下突破一瞬间会比其他球员多一个动作，好奇的鲈鱼自己尝试了几遍，发现速度会有几倍的增长。这个动作叫做挖步。我们先看一遍完整画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时候的浓眉哥还没有经历跟腱伤病，横移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可以看到，防守人突然变化脚步有多难才能跟上哈登，几乎跟不上。挖步的动作发生在哈登的右脚，大家注意看，哈登这次突破方向是在他的右侧，就足以说明他爆发力的主要发力脚大概率是左脚。向哪一侧突破，很多情况下主要发力脚就是相反方向的那只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，当你胯下运球时，2只脚距离是很大的，无论你的发力脚给你多少爆发力，比平时起步要慢上很多。哈登不一样，他每次胯下运球后突破，另一只脚都会往后移动一些距离。什么时候移动呢？在发力脚马上蹬地前，另一只会向后移动，大大减小2只脚距离，让你的姿势不再是别扭的起步姿势。
而是瞬间变成了一个跑步姿势。哈登的左脚给出爆发力后，右脚就可以完美的衔接上，速度就能变得非常快，至少和你跑步是一个速度。我们再看这一球，哪怕哈登只是胯下运球后移动，他并不想马上加速突破，都会做出这一个习惯性动作：胯下运球，右脚准备发力前，左脚迅速向后撤一步，这时右脚蹬地开始跑动。如果按照正常速度来看，哈登的挖步动作完成速度非常快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在尝试时，一定要保证在你准备用主力脚蹬地时，挖步动作已经开始，并马上完成。如果太慢，两只脚很可能没有保持平衡状态，严重的话会原地摔一跤，所以要注意一些。哈登运球同样具有节奏感，可快可慢，很多时候单是胯下运球都有着不一样的速度节奏，运球节奏可以诱使防守者到他想要的位置。多次重复一个动作，每次节奏都不同，这球先开始慢，然后变快，开始的慢节奏迷惑了防守，所以后来直接过掉。哈登很喜欢用试探步，可以看到他第一次使用试探步时，知道防守会改变重心，所以他很清楚再次做一样的动作，防守人还是会改变重心。但即便是哈登，也不可能每次都能迷惑到防守，所以进攻多样手段是非常重要的，永远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哈登在运球时不仅仅会做到挖步这一动作，他的身体会向前倾斜45度，这个角度非常适合加速。大量运球目的都是相同的，和东契奇一样，通过运球的技巧让防守的重心在脚后跟，永远不知道哈登何时会突破。关于哈登突破，小伙伴还有哪些想知道更详细的？比如说这些动作需要注意什么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你的疑问，鲈鱼尽力会详细解答你们提出的问题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。鲈鱼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。